族长，族长，连下了7天暴雨了，最后一个储粮坑也塌了，一点粮食都没抢出来。我知道了。那我们接下来吃什么？孩子们已经2天没正经吃东西了。阿婆，我饿，肚子咕咕叫。不能再等了，再等下去我们全都会饿死在这里。我们必须离开这里，往东边走，说不定能找到能住的地方。不行，绝对不能走。为什么不行？留在这里就是等死。东边有剑齿虎，上次出去的3个族人，一个都没回来。那往南走呢？南边是黑石部落的地盘，他们见了我们就杀，比剑齿虎还可怕。阿婆，你不吃吗？阿婆老了，不饿，吃了也是浪费。我也不吃了，给孩子们留着。不行，你们不能这样。我们活够了，孩子们还小，他们得活下去。对，只要孩子们能活下来，我们仓部座就不会绝种。阿婆，你也吃，丫丫分你一半。阿婆真的不饿，丫丫快吃。族长，你要干什么？大家再撑一撑，我去祭坛求山神。可是已经求了3天了，山神根本没回应。那我就用最古老的办法求，只要能救大家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山神在上，仓部落37口，愿以我言之血为祭，求山神赐下食物，救我的族人。求山神显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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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求山神显灵。族长，木牌不见了。躺了3天，浑身都躺散架了。正好没事干，把地窖彻底清一下吧。哎，怎么又多了一块木牌？这一道道竖线是雨吧？下的还挺大。这些人怎么都跪在地上，还低着头在磕头？这些躺着的，不会是死了吧？等等，之前的带血碎石兽骨，还有这块木板，全都是凭空冒出来的。这地窖根本不是进了什么小动物，而是连通了另一个地方。他们在下雨，死了好多人，跪在地上磕头，是在求神。他们求的神，不会是我吧？我只是个不想上班的废柴，居然被人当成山神了。但是他们快饿死了，在等我救他们。自从爸妈走了以后，就没人在乎我的死活了。没想到居然有一群陌生人把活下去的希望全寄托在我身上。就是点吃的嘛，我有的是，先救人再说。这么多应该够你们吃好几天了，先凑合凑合，我马上就去镇上采购物资。还好我刚中了100万彩票，不然我还真养不起你们那么多人。我也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收到，一定要活下去啊！我去！停了，雨停了！真的？一定是山神显灵了！族长，我们快去感谢山神庇护吧！走，去祭坛看看。族长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一定是山门显形了。族长，这些东西我们能吃吗？别碰！万一山神发怒，惩罚你怎么办？如果是惩罚，我们早就死了。这是山神对我们的恩赐。多谢山神赐福，多谢山神赐福，多谢山盟赐福，多谢山盟赐福！不能吃，
绝对不能吃。这是山神的东西，凡人吃了会遭天谴的。不会的，阿公，你看我拿着都没事。那是山神还没发怒，等他反应过来，我们全族都要遭殃。不能吃，绝对不能吃！阿公说的对，万一真触怒山神怎么办？难道我们就眼睁睁看着族人们饿死吗？饿死总比被山神惩罚好。族长，你也糊涂了？不会的，你看，我没事。阿婆，我也想吃。族长，真的没事吗？放心，我已经试过了。哇，好好吃！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真的没事，太好了，山神没有怪罪我们。大家快吃吧，不会有问题的。我活了30年，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山神太好了，山神真的救我们了。是真的，山神真的原谅我们了。去把我们珍藏的最好的那块兽骨拿过来。好。再把这个一起放在祭坛上，谢谢山神。完了完了，才半个月，80万就花了20多万，我这哪是享受生活啊？我这是带薪当跨时空扶贫办主任。不过这帮原始人还挺懂礼貌，知道回礼。算了算了，我再去多买点食物。小林，你这是要开小卖部啊？没有没有，家里囤点货，懒得天天跑。够你们吃2月了，省着点造。光有米也不行，他们连火都不会用，看来光投喂不够，得教他们怎么做饭才行。族长，不好了，山神赐的食物全吃完了，外面还在下雨，咱们怎么办啊？难道又要饿肚子了吗？别急，怎么能不急啊？孩子们又开始喊饿了。山神不会不管我们的，他一定会再赐食物给我们。来了来了，山神真的送吃的来了！我就知道。我们有救了，我们不会饿死了。山神慈悲，这是山神赐给我们的圣物。族长，不好了，好多族人都肚子疼。怎么回事？吃了山神的圣物之后，就开始这样。肚子好痛，山神是不是生气了？不对，山神不会害我们，一定是哪里出错了。我去告诉山神，求他解答。哎，又有新消息了！我去，这帮原始人居然生吃盐和大米，我真是服了！不行，得赶紧给他们买点消食片，再整几个锅，教他们怎么做饭。搞定！我写的这么简单，总该看懂了吧？这次我准备的这么齐全，总不会再出问题了吧？族长，族人吃了山神的药，已经不再肚子疼了。这上面画的到底啥意思啊？跟咱们用的字好像不一样。看不懂，山神写的太复杂了。我再去问问山神。山神会不会嫌我们太省啊？不会的，山神很宽容。我怎么忘了他们不会生火呢？得给他们画个一步一步的分解图。
组长，这个我看懂了。咱们现在就试试。不行啊，根本不出火。我来试试。着火了！着火了！我们成功了。感谢山神庇护。组长，火稳住了，这次绝对不会灭。按山明画的，加3泡水。什么时候能好啊？我闻见香味儿了。真的，比生大米香10000倍。活了一辈子，从没闻过这么香的味道。熟了。慢点吃，别烫着。好吃，热热的，软软的。太好吃了，我再也不不吃生大米了。多谢山神赐我们热饭。多谢山神，多谢山神。可以啊，终于学会煮饭了。我去，怎么只剩40多万了？才1个月，80话花了快一半，再这么花下去，最多1个月我就得跟着他们一起啃树皮了。哟，小林啊，又买这么多东西，中了100万就是不一样，天天往家拉货。关你什么事儿？买这么多大米白面，你一个人吃到下辈子？我乐意。我看你就是有钱烧的。当初找你借50万给你堂哥买房，你1分不给，倒有钱买这些没用的。我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我倒要看看你到底在搞什么。大伯，你在我家墙头上干什么呢？这个林青怎么走路连个声音都没有，疼死我了！哎，又给我送东西了，这旗毛不错，冬天能做个垫子。这啥？黄不拉几的，还挺沉，看着怪像黄金的。你们不知道，林青那小子不知道在偷偷摸摸搞什么，买了好几车的东西，你们可得离他远点啊！搞不好他在干什么犯法的事儿呢？不能吧？他不是中彩票了吗？哼，中彩票能天天往家拉货，还神神秘秘不让人看。说的也是，我看他最近鬼鬼祟祟的。我看啊，他早晚得出。李老板，来30袋大米，还是老价钱。老价钱不行了，现在涨价了，150一袋。什么？上周还120，你抢钱啊？唉，现在粮食紧张，我也没办法啊。我先不买了。钱不够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对了，还有那些原始人送来的石头，应该是个好东西吧？金色的，说不定真是块金子呢。要买什么？老板，你帮我看看这是什么石头？小伙子，这石头你哪儿来的？别人送的，怎么了？这不是石头，这是高纯度天然狗头金。什么？黄金？小伙子，这块我给你20万，卖给我吧。20万？25万，不能再多了。哼，成交。我家里还有好几块，都卖给你。没想到这帮原始人还挺靠谱，居然送我黄金。哼，谢了啊，兄弟，多找点这种石头。组长，山神画的什么？
山神喜欢这个黄石头，这石头满山都是啊！那以后我们多捡一些，送给山神。完了完了，又烂了半袋，这可是山神好不容易赐给我们的。土坑存不住粮，一下雨就全受潮了。那怎么办？总不能让山神白送吧？不能再让山神送了，送多少烂多少，太浪费山神的心意了。族长，你要告诉山神别送粮了。对，等雨停了，我们再想办法存粮。能有什么办法？除了山神，谁也帮不了我们。这是粮食受潮了，我怎么忘了这帮原始人连个罐子都没有？不行，不能再这么投喂了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正好这个没用了，给他们当教学神器。这个键开启，点这个图标看视频。他们应该都能看懂吧？学会了做罐子，以后再也不怕粮食发霉了。族长，这是什么？亮晶晶的，像山神的镜子。山神显灵了，里面有小人在动。这是山神在教我们做东西。阿木，立刻集结所有族人！啊，干什么？山神教我们做能装粮食的罐子，以后再也不怕下雨了。族长，这小人在干啥啊？把泥巴捏成圆的，再放进火里烧？对，烧完就能变成装粮食的罐子。泥巴烧完不还是泥巴吗？怎么可能装水？这肯定是山神的考验，我们太笨了，看不懂山神的意思。要不算了吧，我们用土坑也能凑合。不行，土坑存不住粮，下次下雨还得烂。山神都把办法教给我们了，我们一定能学会。可是我们连第一步都不会啊！这视频里说的粘土是什么？应该就是河边那种黏糊糊的泥巴。所有人跟我走，趁现在是晴天，去河边挖泥巴。全碎了，烧了一整夜，全碎了。白费力气，早知道就不折腾了。我说什么来着？山神的法术不是我们能学会的。算了算了，不做了，继续用土坑凑合得了。不能放弃，山神心善，才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神奇的方法，这是山神的恩赐。如果我们轻易放弃，就辜负了山神的恩赐。那怎么办？山神肯定会告诉我们正确的办法。原来是炸窑了，应该是温控或者泥土出了问题。再给他们多下载几个视频。这次把细节都标清楚了，再失败我就真没辙了。山神怎么说？山神教我们了，是我们揉泥没揉匀，火也烧太急了。明天我们重新来，这次一定能成功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叫大家准备泥巴。成了，族长，真的成了！真的做成了，山人真的教会我们了，以后再也不怕粮食发霉了。多谢山神指点。山神，我们成功了。可以啊，终于烧出来了，没白教你们这么久。没想到我一个连饭都不会做的废柴，居然成了原始人的制陶大师。每家分一个陶罐，用来装粮食和水。凭什么每家一个？我和十郎挖泥巴烧窑出的力最多。就是，我们应该多分2个。大家都出力了，老人和孩子也帮着捡柴火了。他们那点力气算什么？没有我们俩，窑都烧不起来。陶罐是山民教我们做的，不是某一个人的功劳。凭什么什么都听你的？神赐的东西，凭什么你说了算？就凭我是族长，我要保证所有人都能活下去。哼！怎么办？真就这么算了？算了，凭什么？下次山神再赐东西，我们先偷偷藏起来一部分。对，
反正妍也不知道山神每次送多少。这事就我们俩知道，别告诉任何人。所有人把陶罐搬到最里面的石台上去，快！族长，这边也漏了。阿婆，山洞会不会塌啊？别怕，有山神保佑我们。幸好我们有陶罐，要是还像上次那样用土坑装粮，现在早就全烂了。对，这次我们不用再饿肚子了。不好，山洞要塌了！所有人往我这边靠，远离石壁。快，趁没人注意，搬2袋大米藏到后面的石缝里。放心，没人看见。幸好我们跑得快，不然就被埋在里面了。这里不能再住了。啊，那我们住哪儿？山洞居然塌了，这帮人也太惨了，刚解决吃饭问题，又没地方住了。有了，水泥啊！有了水泥，建什么房子都结实。我这就给他们整全套教程，让他们直接从穴居时代跨入混凝土时代。不对啊，上次山神送了20袋大米，我们吃了5袋，应该还剩15袋，怎么只有13袋了？看来有人动歪心思了。没人发现，等他们忙起来，我们再偷几袋。反正妍也不知道山神到底送了多少。水泥的制作和使用视频都在平板里了，希望你们能早点建成房子。谁啊？林青，你整天待在家里不出来，还买那么多粮食，是不是在干什么违法活动？大伯可不能眼睁睁看你走上歪路啊！你让大伯检查检查。我家不是你们想来就来的地方。你心里没鬼，怕什么？肯定是藏了见不得人的东西。你敢往前一步，我就告你非法入侵。你吓唬谁呢？喂，有人强行闯我家。就是你强闯私宅是吗？同志，误会，都是亲戚闹着玩呢。人家可没跟你闹着玩，赶紧走，以后不准再来骚扰人家。林青这小子为了不让我进去，竟然真敢报官！我非要看看他在家里藏了什么好东西。原来这就是水泥，用它和石头粘在一起，就能建出不会塌的房子。这个白石头，我们后山到处都是。所有人集合，拿上石斧，跟我去后山。阿木，把石块石磨成粉。阿木，加点水。这个稠度正好。族长，这真的能粘住吗？山神教的不会错。2个小时后，成了，真的粘住了！我们可以建房子了，建永远不会塌的房子。多谢山神，我们学会做水泥了。那口最大的铁锅要是归我们，以后就能自己煮肉吃了。
等大家都睡了，我们就去偷。反正爷忙着建房子，肯定发现不了。终于建起来了。真的不会塌，比山洞结实10000倍！活了一辈子，终于有个不会漏雨、不会塌的家了。以后再也不怕打雷下雨了。这只是第一个房子，很快我们就能建起一整个村子了。晚上多注意一下黑牙和石狼。明白。我早就看黑牙他们不对劲了。他们既然敢伸手，就别想缩回来。快，拿上东西，赶紧走！你们在干什么？果然是你们！上次的大米也是你们偷的吧？我们只是过来看看山神有没有赐新东西。看看需要抱着盐袋跑吗？我早就怀疑你们了。故意把东西摆在祭坛上，就是等你们自投罗网。我偷东西，明明是你独吞神赐之物。对，每次山明赐东西都是你第一个看，谁知道你偷偷藏了多少好东西？大家想想，山明赐了那么多粮食和宝贝，为什么我们分到的永远只有一点点？肯定是盐自己藏起来了。你胡说八道！族长从来没有私藏过任何东西。你当然帮他说话，你们是一伙的。说完了，去。你想干什么？这是上次暴雨时你们藏在山洞最深处石缝里的2袋大米。我早就发现粮食少了2袋，一直没说，就是等着你们再犯。你胡说，这不是我们藏的。这是你用来挡石缝的石头，上面有你刻的狼牙标记，你敢说不是你的？原来是你们偷了粮食，太过分了！我们都快饿死了，你们居然偷偷藏粮！都安静！明天一早，当着全族人的面处置他们。山神的威严不容侵犯。今天当着全族人和山神的面审判黑牙、石狼。暴雨之夜，你们私藏2袋山神赐的大米，昨夜又潜入祭坛偷走铁锅和盐，你们亵渎神明，背叛族人，罪无可赦！我不服，凭什么你说了算？够了！山神赐我们粮食，救我们性命，你居然敢偷神的东西，你会遭天谴的！把他们扔去喂野兽，逐出部落，让他们自生自灭！念在你们曾为部落出过功，不杀你们。从现在起，逐出仓部落，永远不许踏入祖地一步。你们赶紧离开！从今往后，谁敢再亵渎神明、背叛族人，就是这个下场。幸好我们提前搬出来了，要是还住在山洞里，今晚就全完了。山神保佑，是山神赐给我们水泥，救了全族的命啊！阿婆，这个硬硬的墙好厉害，比山洞还结实。族长，你在想什么？旧山洞塌了，原来的祭坛肯定也被埋了。那怎么办？山神会生气吗？不会，我们用水泥给山神建一座永远不会塌的新祭坛。族长，新祭坛建好了，比原来的大10倍，还永远不会塌。感谢山神庇护，感谢山神庇护。
等房子都建好了，我们在这里开垦田地，那边建仓库，再建一个更大的土窑。我们要建一个大大的村子，我们再也不用颠沛流离了。那些原始人总不能一直靠打猎和我送粮吧？是时候教他们种地了。有了粮食，才能真正站稳脚跟。我这就去找最全的农耕教程，让他们彻底告别靠天吃饭的日子。这可是我托人买的优良品种，产量高还抗虫。从翻地、播种到收割，全套视频都下好了，连什么时候浇水都标清楚了。学会种地，你们以后就真的不用再饿肚子了。族长，山神这是教我们什么？挖泥巴玩吗？这是种地。山神说，把这些种子埋进土里，就能长出吃不完的粮食。哪有这么好的事儿？打猎多快，挖地多累啊！山神从来没骗过我们，他教我们的一定是对的。愿意跟我种地的留下，不愿意的继续去打猎。累死我了！要是真能长出粮食，累死也值了。一定会的。什么人？我是苍部落的黑牙，我知道苍部落所有的秘密，我要见你们族长。这块地是我先占的，我家马上要添第2个孩子了，必须盖在这里。凭什么你先占就是你的？我娘腿脚不便，离河边近才能打水。别打了！半年前，我们部落只剩30几个人，挤在漏雨的山洞里，随时可能饿死。那时候我们有一口吃的分着吃，有一块布扯着穿，从来没有争抢。是啊，现在有吃有住，人丁兴旺，怎么反而生分了？是我的错，人多了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乱来了。族长，都3更了，明天再画吧。你看，我把部落分成3块，北边靠山的地方建居部区，按户数统一分宅基地；南边临河的平地全划成农田，按人口平均分配；中间建公共仓库、晒谷场和议事堂。从明天起，所有新建房屋和开垦的农田都必须按规划来。我们要建的不是一个乱糟糟的部落，是一个永远不会散的家。王老板，留2袋最好的玉米种，我半小时到。林青这小子肯定把钱藏在家里了，今天我非要翻出来不可。钱呢？几十万的现金呢？破皮子烂骨头能值几个钱？总不能白来一趟。这骨头看着挺特别，说不定是老古董，先拿走，去镇上问问价。我家的锁好用吗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没去过你家。我家装了监控，你撬锁偷东西的全过程我都录下来了。这次我不报官，但你要是再敢踏进我家一步，我立刻把视频交给工作人员，让你去牢里蹲几年。林青那小子还想吓唬我，等我把这骨头卖了，看你还怎么抓我！有狼，快拿武器！这破石头真没用，连狼皮都刺不穿，刚才差点被它咬到。族长，这2个人趁我们换班偷了半袋麦子，竟敢来偷东西，真是活腻了！回去告诉你们族长，
苍部落的粮食不是白来的，再敢越界骚扰，我们就踏平你们的部落。最近部落周边的野兽和外族越来越多了，再这样下去，对我们十分不利。族长，你要告诉山神，我们的武器不好用吗？石矛太脆，骨刀太钝，再这样下去，下次遇到大群野兽或者更强的部落，我们根本挡不住。山神一定有更好的办法。也是，总不能一直用石头棍子打仗，是时候教他们打铁了。有了铁刀铁矛，别说野兽，再来10个部落也不怕。怎么炼铁、打铁都在视频里了，至于能不能成功，就看你们了。我的天，这比石矛厉害10000倍！这就是山神赐给我们的力量，谁也别想再抢走我们的粮食和房子。谁愿意跟我钻研打铁？从今天起，你们就是部落的工匠队。我们要造出最锋利的铁刀、最坚固的铁矛，守护我们的家。族长，苍部落现在就是块肥肉，有吃不完的粮食，还有永远不会塌的房子。你没骗我，千真万确。只要我们打下苍部落，那些粮食、房子全都是我们的。好。族长，你看这个，是不是山神说的赤铁矿？对，就是这个，红色的，能划出红印子。太好了，终于找到了，我们马上就能打出铁刀了。族长，温度够了，可以出铁水了。放铁水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一敲就碎了？白忙活了一整天，全是废铁。是不是山神的办法不对啊？不是山神的错，你看，这里面还有很多石头渣子，是矿里没烧透，温度也不够。山神说要把矿里磨成粉，烧够6个时辰，温度再高一点。今天失败了没关系，我们把熔炉改高一点，鼓风机加大马力，明天再试一次。好，明天一定能成功。落锤。这次应该成功了。族长，试试。成了，我们终于有铁刀了。从今天起，再也没有人能欺负我们苍部落。黑石部落一直对我们虎视眈眈，有了铁刀，他们一定会来抢。从今天起，所有人停工3天，全力加高加固围墙，在4角修建箭塔。我们要把部落建成一座攻不破的堡垒。是，族长。我听苍部落周边的族人说，他们刚造出第1把铁刀，围墙还没修好，现在正是进攻的最好时机。你确定他们只有1把铁刀？千真万确，他们的工匠笨得很，练了10几天才出这么1把。好，立刻集结所有族人，待所有后踏平苍部落，抢光他们的粮食和铁刀。完了，再不下雨，这一季麦子就全完了。我活了这么大，从没见过这么久的大旱，山神会不会生气了？不是虫害，也不是病害。就是缺水，那怎么办？总不能求老天爷下雨吧？不用求天，河水还没干，我们可以把水引到田里来。把水引过来？怎么引？水自己又不会往上流。我们挖沟，从河边一直挖到田里，让水顺着沟流过来。族长，你要把这个告诉山神。我们不知道怎么挖沟才能让水顺利流过来，山神一定有办法。以前我们只会等着山神赐粮食、赐房子。现在我们要学会自己解决问题，只要把水引过来，以后再遇到干旱，我们也不怕了。可以啊，都知道主动搞水利了，不再是以前那个只会等投喂的原始部落了。网上有全套的农田水利教程，从水渠选址到坡度计算，学会了挖水渠，你们的粮食产量就能上去，再也不用看老天爷的脸色吃饭了。原来如此。山神连怎么让水自己流都算好了。族长，山神又教我们新东西了。对，立刻集结所有人，带上工具去河边，按山神画的线挖。
活了，真的活了！活了一辈子，第一次不用跪着求老天爷下雨。族长，所有的田都浇到水了。以后再遇到干旱，我们也不怕了。按山神教的方法，1亩地能打原来3倍的粮食。你看，我们有了农田、铁器、围墙，还有了水渠。是啊，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日子，现在真的过上了。这只是开始，我们要建一座最大的城章，让所有人都能安居乐业。山神，水渠通了，我们再也不用靠天吃饭了。真厉害，从一群连饭都吃不上的原始人，到现在有了自己的城邦雏形。接下来该教他们点什么呢？族长，乱套了！东边的田没人管，西边的冶铁厂吵了一早上，巡逻队一半人都跑了。以前人少，喊一声大家就动了，现在100多口人，各干各的，谁也管不了谁。所有人安静！以前我们只有30几个人，有活一起干，有饭一起吃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人多了，再乱下去，我们迟早会散。从今天起，部落按本事分工，力气大敢拼的编入防御队，由阿木带领，负责巡逻和打仗；手巧会打铁的编入工匠队，专门造农具和兵器；会种地肯吃苦的编入劳作队，负责农田和畜牧。族长，其他的都是谁带队啊？阿虎，你力气最大，去防御队；阿石，你打铁最熟练，当工匠队队长；阿花，你种地最好，带劳作队。族长，太管用了！现在没人偷懒了，效率比以前高10倍。这只是开始，有了规矩，我们的城邦才能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强。凭什么我和他干一样的活，他能多拿半袋麦子？我昨天多打了2把锄头，难道不该多拿点儿？别吵了，我去问酋长。分工是好了，可怎么分东西还是乱，干多干少一个样，谁还愿意卖力？您说的对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今天我要颁布仓部落第1条规则。第1条，按劳分配，多劳多得。劳作队按收割粮食多少分粮，工匠队按打造数量领赏，防御队按巡逻次数计工。第2条，奖惩分明，偷懒看工3次扣发半月口粮，立功受奖者优先分房分物。第3条，所有物资归部落公有，任何人不得私藏。族长，太神了！现在大家干活比以前积极10倍。有了规矩，我们才是真正的城邦，而不是一群凑在一起的野人。老板，你看看这个值多少钱？这是史前动物的骨头，至少有上万年历史。你从哪儿弄来的？祖传的，能卖多少钱？要是真的，至少能卖10几万。你还有没有更多？有，我家里还有好多。敌袭！黑石部落打过来了！终于来了。族长，我们早就准备好了。严，识相的就打开城门，交出所有神赐之物，不然我们踏平这里，忘了吗？以前你们仓部落不过是我们黑石随手就能捏死的蚂蚁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有本事就攻上来试试。少跟他废话，给我冲！攻破城墙，抢走所有神赐之物！就凭这些破石头，也想砸开我们的墙？怎么会这样？他们的墙怎么这么硬？是水泥，山神赐的水泥，必须速战速决，不然我们耗不起。山神，黑石部落倾全族之力来犯，我们一定会守住家园。居然打起来了，300人，肯定会有很多伤员。这些急救物品先送过去，能救一个是一个。你们一定要守住啊！冲！投降，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。我投降，我投降，我错了，
我不该听黑牙的挑唆来攻打你们。我发誓，黑石部落永远不再进犯苍部落。若违此事，天诛地灭！念在你们是初犯，这次放你们走，带着你的人立刻离开，以后再敢越界，绝不轻饶。山神，我们赢了，我们守住了家园。太好了，你们真的做到了。这下周边所有部落都会知道苍部落的厉害。用不了多久，就会有更多人来归附你们。这片土地终于要迎来真正的和平了。苍部落神威，我们愿意臣服，听从严族长的号令。起来吧，从今往后我们就是一家人，有饭一起吃，有难一起扛。族长，这已经是第7个来归附的部落了，加上我们原来的人，现在已经有300多口了。方圆100里的部落全都怕了我们的威名。半年前，我们只有37个人，挤在漏雨的山洞里，随时可能灭族。没想到现在竟然能一统这片土地。族长，不好了！新加入族人们因为语言不通吵起来了。现在人多了，什么口音都有，大家说话互相听不懂，干活也配合不好。再这样下去，迟早要出乱子。不仅是说话，没有统一的文字，我们的规矩传不下去。山神教的技术也没法教给新来的族人。山神，现在我们有了很多族人，但大家语言不通，无法交流。求您教教我们，怎么才能让所有人都能听懂彼此的话？也是，不同地方的人说不同的方言，不乱才怪。是时候教他们文字和统一语言了。我这就准备最简单的识字教程，先从数字和常用字开始教起。先从最简单的象形字开始教，配上图画，他们肯定学得快。有了文字，才能真正把文明传承下去。这一步跨过去，你们就再也不是原始部落了。太好了，山神要教给我们文字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所有人都要来学认字。一撇一竖钩，再写两边的点，对，这就是水。阿公，你看我写的，我今天学会了10个字。好孩子，比阿公学的还快。怎么我写的就这么丑？别急，慢慢来，只要肯学，谁都能学会。写字好难啊，族长，一定要学吗？有了文字，我们就能记上山神教的所有本事，记下我们的历史，我们的子孙后代再也不用像我们的祖先一样什么都留不下。你说的史前古器，就是从这山上的老宅子拿的？那还有假？强哥，我跟你说，那老宅子是我侄子的，里面全是宝贝。我上次随便拿了一块骨头，就值几10万。要是真有大量史前文物，咱们就发财了。山神，谢谢您，是您给了我们粮食，给了我们房子，给了我们文字。谢谢您一直庇护着我们。这小子居然学会写句子了。你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今晚就动手，等所有人都睡熟了，我们撬锁进去，把所有骨头、兽皮、石器都搬走。那些东西至少能卖几百万，到时候我们5-5分。放心，我都准备好了。林青那小子白天不在家，晚上睡得死，肯定发现不了。就算真有人撞见，我们拿上东西就跑，这荒山野岭的，没人能追上我们。没错，等拿到钱，我就去城里买大房子，再也不回这穷山沟了。工匠队负责加固工房地基，劳作队运送石料，防御队维持秩序。按规划，3天内完成中心广场的铺设。是。好嘞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族长，西边的新居住区已经全部完工，能住下500户人家。制陶房也扩建好了，以后能烧出更大的水缸和陶罐。从30几个人挤在山洞里，到现在拥有自己的城池，我们终于做到了。从今往后，这里就是我们永远的家。我活了一辈子，
从来没想过能住上不漏雨的房子，能顿顿吃饱饭，还能认字读书。这都是山神和族长给我们的呀！族长，山神赐给我们一切，我们不能忘恩。我们要在广场最中央建一座最高的始祖碑，把山神的恩情永远刻在上面，让子孙后代都铭记。不知道大伯又要干什么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事。真要进去吗？万一林青醒了怎么办？怕什么？他一个年轻人睡得死，我们速战速决，拿了东西就走。就是这些，快装！发了，这次真的发了。啊！你们找这些东西，找得挺辛苦啊。林青，你醒了？我们就是进来看看老宅子。别演了，你们撬锁翻东西的全过程，监控都录下来了，我已经报关了，工作人员马上就到。你们涉嫌入室盗窃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今年的小麦种子改良了，产量应该能再涨2成。汤部落，族长，这是今年的收成统计，都写好了。过去1年，咱们人口涨到了312人，农田1200亩，铁刀200把，房屋100间。很好，把这个和我写的信一起送到祭坛去。没想到言的字已经写得那么好了，虽然我们从未见过，但是希望你们越来越好。以前总觉得很孤独，没想到竟能遇见你们。虽然从没见过，但是我也很感谢你们的陪伴。1年前，我们37人躲在山洞里，冬天冻死，夏天饿死，随时可能灭族。是山神赐给我们粮食，让我们不再挨饿。赐给我们水泥，让我们有了房子；赐给我们铁器，让我们不再受欺负；赐给我们文字，让我们的文明得以传承。没有山神，就没有今天的苍部落。我提议，在神圣的祭坛中央刻上山神的所有功绩，让世世代代的族人都铭记是谁给了我们新生。我等赞同，永世不忘山神之恩。感谢山神庇护，感谢山神庇护。3日后，举行全族祭祀大典，敬谢山神之恩。山神，您的恩情，我们永世不忘。原来你们要举行祭祀大典了。既然你们那么信任我，那我也不能辜负了你们的信任。明天祭祀大典会有惊喜。族长，山神回信了吗？回了。山神说明天的祭祀大典，他会给我们一个惊喜。真的？我这就去告诉所有人，大家一定会非常激动的。小林又来进货呀？家里人多，得多备点。你这是要开派对呀？差不多吧，给家里人改善伙食。祭祀大典快乐，你们好好庆祝，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现在部落的一切都是山神赐给我们的，我们要永远铭记山神的恩赐。这是山神赐的食物。敬山神，敬山神，敬山神，敬山神。敬你们，生生不息。